自古以来，人们便存在着对大地的信仰。西方有大地之母盖亚，位格比众神之王宙斯还要高，也是最为深入人心。很多地方都把盖亚视为大地的化身，地球意志的体现。那我们东方又有什么呢？皇天后土这4个字，大伙都能耳熟能详。皇天就是老天爷，是至高无上的天之主宰。当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，会感到由衷的敬佩。各大神仙体系的主宰多半也是天空的神灵，3界的主宰便是天地，而所谓后土，乃是掌管3山5岳的神祇，是无尽大地的守护神。早在《左传》中便有记载，据说后土乃是共工氏之子，为中央之神。《楚辞》中又称后土为幽都之王，是地府的实际掌控者，跟天上的玉皇大帝相对应。十殿阎罗也不过是他的下属，地藏王菩萨也要礼遇有加。后土位列3清4御，在道教神仙体系中，仅次于祖师爷的3清。后土娘娘执掌阴阳生育，管控3山5岳，被称为大地之母。在上古时期，人族还处于原始的母系社会，神灵图谱中自然也是女性神占据高位，同时对于土地崇拜也十分广泛。鲜明的鬼神意识是相当牢固的，他认为一切拥有生命的东西最终都要归位天地，而精神却是不朽的。因而除天地、山川等自然神之外，凡是先贤或有功于民的帝王贤臣都是不死的，因而都必须祭祀。这就出现了人格神，出现了为自然神配享的人格神。对土地的祭祀也正是如此。《礼记》中的记载：“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材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。”大地孕育万物，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崇拜，从而将大地神格化为大地之母，即后土娘娘。每年的农历3月18是后土娘娘的诞辰，很多地方都有祭拜的习俗。关于后土地府幕后掌控者的身份，还要从天地开辟之初说起。盘古陨落之后，元神不断上升，化为3股清气，而他的肉身在化作洪荒大地之时，有一部分血脉汇聚而成，孕育无数年后，出现了大名鼎鼎的12祖物。他们能呼风唤雨，招雷引电，时间空间都是他们手中的玩物。后土就是其中的一员，也是唯一一位女性祖物。心地善良有大慈悲，看到洪荒大地时常有战乱，生灵死后魂飞魄散，于心不忍，在九幽黄泉建立6道轮回。从此以后，世人寿命终结，便会灵魂进入地府，转世投胎活下去。虽然不知道失去记忆后你是否还是你，但毕竟没有彻底消散在人间。后土娘娘有大功德，稳坐冥界老大的位置。后来地府建立，10殿阎罗陆续形成，佛门地藏王菩萨也过来凑了热闹。他们是地府明面上的大佬，而暗地里却是都要听从后土娘娘的命令。在远古时期，后土是跟皇帝一个位格的存在，都是中央之神。神灵也分东西南北，就比如天庭之上，玉皇大帝坐镇中央，四方分别有真武大帝、紫薇大帝等存在。中央的位子向来是最尊贵的，一般都是由男性神祇担任。像是后土娘娘这样的女性神少之又少。上古时期最为出名的女神仙，乃是称霸昆仑的西王母，不是天庭的王母娘娘，而是真正的一方主宰。传说西王母半人半兽，主管刑罚杀戮，手中握有不死之药。昆仑山是古代最神秘的山脉，里面隐居着无数神仙大能，西王母便是他们的首领。关于这位女仙人的形象，在历史中曾有过2次演化。最初是一个人面兽身的形象，身边都是各种丘兽，比如长着牛角、满身豹纹的角，红色羽毛、喜欢吃鱼的3青鸟。随后在时代的演变中，西王母的形象也多有变化。《穆天子传》中，她由半人半兽的凶神变成贵族出身的妇人，能和穆天子相互副歌侍用，谈吐中尽显雍容华贵之气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西王母又变成了一个容貌绝世的女神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把西王母神话传说和周穆王西征、汉武帝西巡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，西王母形象人格化，神话传说故事化。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影响很大。源自神话传说的西王母形象逐渐完善而丰满起来。随着西王母形象由老变少，由野变文，其信仰也被道教汲取，西王母成为道教之中的女仙之首，最受尊奉的女神仙，在天上掌宴请各路神仙之职，在人间管婚姻儿女生育之事。唐宋之后，西王母开始成为杂剧、小说的主人公。小说戏曲中的西王母形象延续人化集神的概念，成为母仪天下的天界女神形象。玉皇大帝身边的王母娘娘虽然和她不是一个人，但形象肯定是有多参考。王母和玉帝相对应，而后土娘娘就是皇天，也就是昊天的对应人物。老话常说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在玉皇大帝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只有天地的称呼，天空也被称为昊天。太阳在天空之上，就是一个昊字，不得不说是非常生动形象了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，有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的思想束缚，于是便形成了崇拜天地的礼法。后土娘娘作为主宰大地之神，同时兼任丰收神、农业神，还是生育之神。她在5行之中毫无疑问是占据土星。在帝王世纪中记载，大地划分5行之官，以勾芒为木正，祝融为火正，玄冥为水，入收为金，加上后土娘娘便是5行的代表，分而治理天下诸侯。
这几位也都是《山海经》等上古神话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祝融就不用说了，火神之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战绩辉煌，把公公打得怒出蒲州山，造成世界毁灭的大灾难。玄冥则是北方之水的代表，又有玄冥后土的称呼，也是凛冬之神，是冬天寒冷的代表神灵。勾芒则是春天之神，万物复苏的季节，勾芒会脚踏青蛇，巡视东方的大地。入奢则是秋天，秋之肃杀，刑罚之神。他们跟后土同样是12祖物中的一员，天生具有大神通，把真龙凤凰当作食物，脚踏大地，号称3界不败。他们出道的时候，就连3000祖师都避而不见。除了妖族天庭，没有什么势力是巫族的对手。所谓妖族，山川走兽皆为妖，势力有多大可想而知。他们的首领乃是帝俊与东皇太一，都是先天神灵，金乌的源头居住在太阳之上。痞子是月亮之神，手里有不下于盘古斧的顶尖法宝混沌钟，轻轻一震就是3界动荡。而巫族仅仅是一个种族，生育还极为困难，就这样都能打个势均力敌，可想而知12祖巫有多厉害。洪荒分为天地人3界，天界居住的都是神仙，人界由人族占领主导。地界广袤无边，但阴森幽暗，正常的生灵都不愿意在这里定居。后土娘娘能一手将地府打造出来，也算是很厉害了，不亚于天庭的建立。地府明面上的首领不用说，自然是十殿阎罗。阎罗王这个名字几乎都快成为一种符号。阎王是梵阎罗天子，或称阎罗大王，原来是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的天王，有兄子双王之说，称兄制男魂，子制女魂，以阎王作为阴间的主宰，掌管地狱轮回。约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，原来阎王只有1人，由志士限为5人，其雕佐有18人。唐代时民间传说有天帝册封阎罗王，并由其统帅5岳卫兵之说，同时也有地狱分为10殿，10殿均有主，称地府10王，10王各有名号，合称10殿阎王。在中国民间的影响极为广大，传说他是阴间的国王，人死后都要去阴间报道，接受阎王的审判。除了10殿阎王之外，还有这5方鬼帝。在古代传说中，酆都大帝位居冥府神灵的最高位置，主管阴间的所有鬼魂。5方鬼帝分别治理5个方向的阴间，把控包括鬼门关在内的重要关卡，地位不在10殿阎罗之下。至于地藏王菩萨，则是一个比较超脱的存在，按理说是属于灵山的一份子。虽然把道场放在没人待见的地府，但基本上也不管什么事，主打的就是超然。后土娘娘则是隐居幕后，比较她是什么身份，要是每天在地府里晃荡，10殿阎罗也得战战兢兢。能跟后土娘娘争锋的女神，神话故事里可谓是少之又少，能明确超过她的，恐怕也是创世女神女娲了。女娲是华夏民族人文始祖，是福佑社稷的正神。如果说后土娘娘的产生源于对土地和女性的崇拜，那么女娲就是原始母系社会女性崇拜观念的遗传。2位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大地之母，对于二者谁更厉害一点，并没有准确的说法。不过女娲乃是创世之神，没有她就没有了人类。后土娘娘在传说中是共工氏的一员，从因果关系来看，很明显女娲更胜一筹。即便在12祖巫的故事当中，女娲也是更厉害一点，是6大圣人之一，除了3000祖师跟西方2圣，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封神大战的缘起也是因为纣王对女娲神像不敬，后土娘娘在其中就比较神秘了，基本是不露面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对于女娲的祭祀似乎并不是很多，而对于后土娘娘的祭祀却非常的多。人们向后土祈求风调雨顺和吉祥安康，但向女娲祈求的貌似还没听说过。但是不是说明后土这位大神在百姓心中比女娲大神更加厉害一点呢？只能说看起来名头大的，其实并不一定就深入人心。盘古女娲虽然是神话里的创世神，但他们并不是最早的神话源头。后土娘娘的来源比他们更加的古老，并且是最原始的大地崇拜，如此方能深入人心。就跟西方人都知道并且崇敬盖亚一样，咱们也是皇天后土一直挂在嘴边，老天爷更是口头禅一样，出现的频率算是最高了。那么对于这位强大的后土娘娘，你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